这个瞎子为了投个好胎，竟然拿钱贿赂阴差，阴差气他看不见，居然背地玩手段。小子，喝了孟婆汤那叫走流程，你这种不喝的才叫走后门。去吧，入了这往生门，听天由命不由人。放心，我可是给你挑了个好人家，快进去吧。就这样，没有喝到孟婆汤的瞎子穿越到了一个废物皇子身上，不但开局惨被废，更是顶着一副给自己亲哥戴绿帽子的罪名，即将被发配充军。六皇自撤，不修文武，懦弱无能，贪渎得劳，吾皇嗣之相。由于日前亵渎皇嫂真事，宗室诸臣上请废黜其位，充军北漠。今陛下有诏于西苑，命六皇子撤速往。啊！妈的，被耍了！刚穿越就有生命危险，这算哪门子好人家？本想投个好胎，看样子过不了今日都得成个二胎。怎么现在知道怕了？皇甫胤出身西凉将门世家皇甫氏，也是原主母亲皇甫妃的族中侄女，更是临终时嘱托照顾原主的表姐。可惜原主母亲去世后，皇甫家在夺嫡之战中放弃了原主。为了照顾原主，如今的皇甫胤已然被家族除名。走吧，我带你逃回西凉。我不想走。真是个傻瓜，不走难道在这等死吗？走了就不用死吗？皇甫氏绝对不会为了一个废物冒险，而且设计害我的人又怎会让我活着？闻言，皇甫胤颇为惊讶，看着眼前判若两人之人，一时间竟不敢确定这还是不是自己认识的那位大夏六皇子周彻。你今天倒是不傻了，可惜太晚了。不晚，只要没死就不晚。真是我没碰过，这莫须有的罪休想盖在我的头上。再者，既是皇嗣，这天下别人争的，我如何争不得？自古夺嫡争斗没有输赢，只有胜者和死者。再说我一个穿越者，哪有不搏一把的道理？眼下想要活下去，就要先洗脱罪名，保住这皇子的身份。殿下别急着走啊，您都马上充军了，可欠我家的钱，说说怎么还吧。前世胆子不小，竟敢找皇子讨债。皇子在赌房里吆五喝六，跟一帮杂碎勾肩搭背，输了钱像叫花子一样向人伸手讨钱。就您这样的窝囊废也配称为皇子？这样，等你被充军了，这娘们归我，咱们之间的债务一笔勾销，如何？好大的狗胆！皇甫家的人你也敢觊觎？切！皇甫家的弃女，难道还骑不得了？前锋，你过来点。殿下这是答应了。听好，我不管你们钱家多有钱，不管你们后面站着的是谁，这种话我再听见一次，我弄死你！全面带路，狗奴才！哼，让你嚣张一回，等会有你好看的。慢着，刘殿下，西苑有后妃歇息，你不能进去。本皇子奉诏而来，你确定要拦我？诏书？什么诏书？末将不曾听过有此诏书。情况不对，若此时你无法面圣，那便坐实了罪名。这件事只怕有人暗中搞鬼。我这帮挚爱的手足兄弟下手可真狠啊！前中郎将确定不知此诏。殿下，末将也是奉命守门，若是将您擅自放了进去，只怕担当不起。此诏是令只在我府中所宣，难道还能有假？前锋，圣旨是你宣的，你来与你二伯说清楚。不好意思，殿下，这会前某人头痛得紧，好多事都不记得了呢。你这臭小子，什么狗记性！殿下别跟他一般见识，让末将看看。就在这时，周彻忽然身形一动，直接拔出前阵佩剑，横在前阵颈前。突如其来的一幕使得前阵左右军士下意识向周彻靠拢。放肆！你们这是要刺杀皇子吗？都别乱来！殿下这是做什么呢？前阵少给本皇子演戏，我没工夫陪你在这浪费时间。我手中有诏书一封，是你侄亲传，而你声称此诏无效，拒绝让我入内，那么就只有两种可能了：一，前锋矫诏，一大夏律灭三族；二，前阵抗旨，一大夏律立诛之。两条路，你前世选一条走。闻言，前阵前锋脸色巨变，灭三族的大罪可不是他们能担得起的，一时间吓得直冒冷汗。误会，这都是误会。只见前阵话未讲完，咽喉处一道红线裂开，刹那间伸手一触，顿时吓得那些走出来的军士连忙退了回去。不能慌，不杀他我就得死。这操蛋开局，要活下去就要够狠。不好了，陛下，六皇子他杀了羽林江左中郎前阵。什么？闻言，西苑众人皆是一惊，就连天子本人也是一脸诧异。有这种事，让他进来。儿臣见过父皇。起来说话。谢父皇。老六，你本就是戴罪之身，谁给你的胆子擅杀禁军将领？杀他自然是因为他该死。你放屁！他在边疆建过功，如今又是父皇身边的禁军将领，你算什么东西？有什么资格杀他？够了，老二，收敛一点你的脾气。哼，说说吧，因何杀他？
前阵这厮阳奉阴违，明知我身怀圣诏，却故意拦路，此乃抗旨不遵，无视皇家尊严，让儿臣不得自成，莫名引罪，足见其用心险恶。如此，此辽杀的不对吗？不错，老六做的不错，当赏。谢父皇。再有，若是此人不杀，为了活命胡言乱语，供出背后之人，只怕也不太好吧？诸位皇兄说是不是呢？哼！启禀父皇，昨夜我好心请六皇帝去府中饮酒，他却借着酒意侮辱皇嫂，还请父皇给儿臣做主。如此作为，实在有辱皇家门面，请陛下治罪，废黜六皇子。老六，你可认罪？不认。我说皇兄，真是都还没过门，就称之为皇嫂，是不是早了点？没过门便是你能侮辱的吗？皇兄无凭无据，仅凭一张嘴就想治我的罪，是不是太天真了？还嘴硬，把证人都带上来。你们都看见六皇子侮辱真实了。回皇上，看见了。听见没有？老六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？既然你们都看见了，我侮辱了真实，那我问你们，我侮辱进去了吗？有辱斯文，有辱斯文了！堂堂皇子，大庭广众，哪能说出这种话来？快别说了，让史官记了丢人了。都给我闭嘴！在你们面前问个话就有辱斯文了。我身为皇子，蒙受不白之冤就可以了。哼！回答我的问题。进去了。哼！老六，你还想验什么？要找个嬷嬷给真实验身吗？那倒不必。那就请父皇定罪吧。你急什么？父皇，儿臣可自证清白，但需父皇借我一物。说吧，你想借什么？父皇佩剑。准了，给他。谢父皇赐剑，1刻钟之内，任何人不得干扰，亦或者中断我，否则即刻以此剑斩之。相信我，替我守好。好。美人也认为我昨夜侮辱了你。是。老六，注意你的称呼，不准你叫美人。果然是个大美人。既如此，一回生2回熟，不如美人再陪我玩上1刻钟，让本皇子好好体验一下。下一刻，周彻直接扑了上去，被周彻一把扑倒在地的甄婉顿时吓得花容失色，求饶声不断。殿下，求求你不要这样啊！这是还原案发经过吗？我去，还能这样自证清白？畜生啊！老六，你个畜生，她可是你的嫂嫂啊！虎贲君与林君呢？给我砍了这个畜生！殿下止步。父皇，快派人拿下这个畜生啊！父皇，说好了给我1刻钟的，君无戏言，君言无悔啊！好，那便等你1刻钟。周彻，你个混蛋，你给我停下！你这个牲口啊，我要活劈了你！五皇子小点声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您在助威呢。殿下，求求您放过我吧。那可不行，我昨晚喝多了，可是什么都没尽兴。正所谓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，美人还是依了我吧。昨夜老六是怎么回去的？回陛下，意识全无，据说是抬回去的。抬回去的。很快，1刻钟过去，周彻累得不行，甄婉已经哭到无声。我知道你是被迫的，我也是为了活下去。对不起，我会对你负责的。父皇，我已证明儿臣无罪。真是大开眼界，老六，我们倒是低估你了。原以为你一贯老实，没想到竟敢在大庭广众下做这种不要脸的事，你还敢说你无罪？老六所说不假，你自己解释吧。诸位方才也看见了，我现在未曾醉酒，精气十足，尚且侮辱不了。昨夜酒醉人倒，周身无力，又哪来的能力呢？除非真是被我击伤晕倒，才有些许可乘之机。可真是身上并无任何伤痕，所以五皇兄，是你在贼喊捉贼。他当众侮辱嫂子，亲哥却在一旁气得直跺脚。为自证清白，他出此下策，事后不但无罪，亲哥还要向他低头道歉。老六，我承认是我管教无方，轻信了下媚人的鬼话，这才让你蒙受不白之冤。六弟，皇兄在这向你赔不是了。皇兄，几个下人便敢诬陷当朝皇子欺辱嫂嫂，他们是嫌命长啊！你这些屁话，怕是狗都不信。若不是我出此下策，自证清白，那我现在岂不是已经被废黜皇子身份，发配充军了？就凭你一句管教无方，此事岂能就此作罢？老六，我已经向你道歉，你还想怎样？陛下，五皇子性情仁和，素与兄弟和睦，此事多是误会罢了。是啊，五皇子和几位皇子可从未有过矛盾，几个顽劣下人拖下去砍了便是，就当给六皇子赔罪了。一时间，一群大臣跳出来当和事佬，看得周彻怒意更浓。妈的，这群老梆子！之前老五一口一个废黜老子的时候，你们死哪去了？请父皇为儿臣做主。来人，将诬陷皇子的人拖下去砍了。果然，想要凭借这点小事放倒根基深厚的几个兄长，几乎是不可能的。一个毫无根基的废物，你拿什么跟我斗？哼！将甄氏带下去一并处置。闻言，甄婉娇躯一颤，
美目中流露出一抹哀意，似认命般将头颅低下。父皇，所谓不举不究，若是我这个受害人不要求追究真实责任，是否就能免其罪责呢？自是如此，怎么你要宽恕真实？儿臣恳请父皇饶恕真实之罪。准了，那便免了他的罪责。老六，你今日也算是受惊了，许你提个要求补偿一下你。儿臣想要黄金1000万两。我操！六殿下疯了吧？就是掏空了国库也没这么多钱，他怎么敢开的口啊？换个靠谱的。父皇，我与甄氏虽然没发生什么，但名声这东西只要污了便洗不干净。与其让人造谣我和皇嫂有事，倒不如干脆将他许我作品。此人一出，在场所有人三观尽碎，当着众人推倒嫂子已让大家瞠目结舌，如今更是当着亲哥的面求娶嫂子，一时间众人 CPU 都快冒烟了。你快打我一下，我感觉我走错片场了。好痛，这是真的？六皇子真的要娶自己的嫂嫂？啊，不行了，这太烧脑了。在大夏，皇子配偶分3级，第一为正室，约妃，现1人；第二为侧室，约嫔，现3人；第3为妾室，约强，现9人。周彻讨要甄嬛，自然不是看中了她的美色，而是此女背后的庞大资源。要是能把这娘们收了，自己不但可以光明正大吃软饭，而且夺嫡之战也多了一份力量。父皇，这万万不可啊！此事若传出去，岂不是让天下人笑话？真是未曾过门，这天下人有什么好笑话的？老六，直接将甄嬛许给你，只怕有失公允。但既然未曾过门，就准你2人公平竞争，有能者得之。不过你也用不着失望，准你再说一件，这次靠谱一点。如今儿臣处境堪忧，希望能有一口好剑傍身，父皇能否赐儿臣9戈？9戈，天子8把佩剑之一，更是皇嗣身份的象征。周彻5位成年老哥，除了神经病老4外，其余4人在加官时均得名剑1把，而周彻距离加官上有1月时间。此时要剑也只为锁定皇嗣身份，震慑宵小。准了，9戈你便拿着吧。此事到此结束，没有其他事的话，都退下吧。父皇，儿臣有事启奏。还有何事？父皇，请将老六夺嗣。大夏祖制，皇子18岁加官，加官之后有2条路可走：一是立嗣，保留皇子头衔，开府获取资源，准备进入下一轮的争宠；二是夺嗣，夺嗣后不再具备皇子身份，根据其之前表现，功绩获取爵位，然后驱逐到封地进行软禁。这2狗日的，这是一个也容不下我了，下嘴可真够狠的。父皇，依祖制，立嗣夺嗣都属加冠礼事，此时定论怕是有违祖制。距你加冠不过1月，1月时间，你还能建功立业不成？过去18年一事无成，老六，你竟想1个月翻盘？岂不闻3年不飞，一飞冲天；3年不鸣，一鸣惊人。为了踢我出局，2位皇兄却能置祖制于不顾，果然是大有出息。老六，你好一个3年不飞，一飞冲天，朕倒想看看你能飞多高。此事加冠之日再议，都散了吧。甄嬛让人送来1个箱子，非要回家再看，你说这里面装的是什么呢？怎么，韵姐吃醋了？甄氏确实富可敌国，但要让他们坐上你这破车，几乎没有可能。我劝你另寻他路的好。我这破车你不也坐了10几年吗？说的好像我喜欢坐一样。那从现在开始，我要下车了。好你个老六，不是今天把他逼到死路，还不知道他竟然藏这么深。藏得深又如何？没权没钱不说，手下连个可用之人都没有，至于功绩成就，更是半点皆无。加官之日，该夺嗣还是夺嗣，老六改变不了。2位殿下，还请为我二伯做主啊！他还欠你加钱是吧？这样，你去写一张状纸送到廷尉府，我会让人配合你。届时，你带着人手先去抄了老六的家，若是他敢反抗，甚至杀伤廷尉府的人，到时候谁也保不住他。此计甚妙，小的明白，这就去办。启禀殿下，铁链衣应召，这2日便会赶来洛州见您，为您效力。万人敌，铁链衣，此人办事认钱不认人，想来武帝花了不少钱吧？不多不多，黄金万两。你倒是真舍得，你不会想用铁链衣对付老六吧？呸！他也配？真是个怪人，竟然跑到屋顶上睡觉。小点声，要是让他听到，一剑囊死你！你们连他都不知道，他可是盖月啊！什么？他便是盖月？快走快走，赶快离开这，不然惹倒茶，一剑囊死一群。哼，想知道？悲官人盖月年少父母被杀，孤身逃脱，靠乞讨为生。为了报仇，12岁习剑，因交不起学费，无人肯传授他剑法。自此悲官入山，16岁在县击败洛京，见到大师左冷，声名鹊起，一时间招揽之人络绎不绝。
盖月不受，被关再次消失。往后数年，此人鲜有露面，上一次出现还是2年前，据说身负重伤。照你这么说，这家伙很能打，16岁便可击败大师左冷，你说呢？如此勇士，当为我所用。别闹了，赶紧吃完跟我回家。着什么急嘛？此人不慕钱财，不索官位，性格孤僻古怪，多少人出手招揽都被拒绝，他凭什么会跟你走？我要是能做到呢？你要是做不到呢？我要是做不到，以后你让我干啥我干啥。我要是做得到，以后你让我干。你再说一遍，我怎么觉得你少说了几个字呢？开个玩笑，韵姐别生气啊。你不会是打算蹲守在这，然后靠长相厮守感动他吧？急什么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这就是你收服盖月的手段？你不会是想拉一段二胡感化他吧？还有，你拉个二胡，为何把眼睛蒙起来了？佛说看不见人间疾苦，极为不知，所以等下党我者皆可杀。来了。谁？哪个不长眼的敢挡老子的路？给老子滚出来！铁链一，可还记得我？我说谁这么大胆？原来是你小子！2年前没打死你，你还敢来送死？杀我父母！今日定要你偿命！棺材已经给你备好，拿命来！上一个这么对我说的人，坟头草怕是都和你一般高了。凭你还不够资格要我偿命？哼！我要杀了你！给我去死！好小子，这剑来的有点意思，不过这点本事可不够取我性命。百步飞剑，去！随着漫天飞剑朝着铁链一飞去，飞剑所至，铁链一毫发无损，也仅仅是后退了一步。这一幕看得盖月是一脸的错愕。蠢货！你不知道老子为何叫铁链一吗？你给老子看好了！这么多年，你是第一个差点破甲的人。可惜呀，小子，太心急了。若是再过3年，我定然不是你的对手。不过现在嘛，斩草要除根，去死吧！就是现在！一瞬间，铁链一顿感一股死亡的气息笼罩全身，刚转过头，胸口一阵剧痛传来，只见一把利剑贯穿胸膛，下一秒身体开始疯狂抽搐。好剑，好快的剑！臭小子，你疯了！谁让你这么冒险的？足下9侯在此，就是为了帮我。正是。你怎么知道我要报仇？被官人盖月骂，不出世不求财。我被一口关，孤身入深山。待我归来时，途尽炼衣山。你与铁链一的血海深仇，天下皆知。你为报仇的信念，我又怎么会不知？阁下以身犯险，替我报父母之仇。从今往后，盖月这条命便归阁下所有。很好，今后你便跟着我，定不会亏待了你。回府。殿下，大事不好了！殿下，慌慌张张，成何体统？有事慢慢说。殿下，铁链一被人杀了，就死在府外东室。你说什么？一瞬间，周明只觉得肉疼，花费重金请来的外援，还未谋面便被人劫杀，一时间他竟不愿相信这是真的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铁链一号称万人敌，在北漠骑兵围剿中都能脱身，谁能杀他？此事千真万确，尸体都被廷尉府的人收走了。殿下息怒。哼，秦风大师办的怎么样？已经和廷尉府的人出发了。告诉他办事狠一点，老子心情不好，要拿老六出气。另外，差人去查，到底是谁杀的铁链一，查不出来，老子把你全家卖到窑子里去。是，小的这就去办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小人冲撞贵人，小人该死，小人该死。大晚上的，老汉慌慌张张，这是要干嘛去？你们也是去六皇子府看热闹的？六皇子府有什么热闹？我听到动静，好像是前世的人来找六皇子麻烦了，给老汉我高兴的不行，这才赶过来看看，走得急了些，这才冲撞了贵人。哦，你跟前世有仇，还是跟六皇子有仇？贵人说笑了，我怎会跟六皇子结仇？那可是皇子，我一个老妻儿怎么认得他？这么说，你跟前世有仇？前世为了开赌场，抄了我家的单，害我家破人亡，我与他当然有仇。其实我过来是想看前世吃瘪的，结果我那废六皇子家都人被拆了，也没见他人出现。带上他一起回府。咦，把人给我放了。殿下，对不起，我们还在睡觉，他们突然杀了过来，封了且后院，来不及给您报信。耳朵聋了吗？我让你把人给我放了。
哟，不愧是皇子殿下，真是好大的威风啊！下官廷尉府左监贺长林见过六皇子殿下。哼，廷尉府真是够忙的，大晚上的也来抄家，说说吧，这是怎回事？廷尉府接到前世文书，说有人拖欠他们钱款，经查证欠讨无误，前世又告说屡讨钱款不得，皇子殿下无力偿还，所以被指也只能依法办事，行抄没之举。这上面是皇子殿下拖欠前世2300两银，加上利息一共是3500两银的文书。另外，殿下府中有黄金100两，折银1000两，抄没所得之财物初步估算约为500两。府中奴仆共8人，男仆3人，女仆5人，计价约400两。如此，殿下还差欠款16万钱，请殿下清点。未宣未审便直接执法抄家，这合乎法度吗？如果皇子殿下觉得有失公允，可以向廷尉府提起上诉。这些财物我们会替您暂作保管，若您真是冤枉，自然会归还于您。因为欠款被抄家的皇子，这样的丑事自我朝以来还不曾有过吧？我的六殿下，这下您可出了大名的。殿下要杀掉所有人吗？不能动手，动手就更让他们抓住把柄了。这是皇府家传古玉，不行。什么古玉都不行，我看他1文钱都不值。不过你要是舍得跟我走，这些东西我能换他几天。记吃不记打的东西，我看你是活够了。殿下可真是威风啊！您是天皇贵胄，被您打了我只能忍，可我抄了你的家，你敢当着廷尉府的人杀了我吗？你以为我不敢吗？殿下做事，下官不敢智慧，只不过我希望殿下还是能为名声考虑1、2。名声，我背的恶名多了去了，还怕添这一点？你们2个给我听着，我的家不是那么好抄的，带上你们的人马上滚蛋！没事的，钱没了总比人没了强。是啊，丢些钱财总比之前流放3000里好得多。不过我的家又岂是说抄就抄的？拿了我多少，我要让他们数以100倍的吐出来。来人，把那个老乞丐带过来，我有话要问他。殿下，我错了，我不知道您就是六皇子殿下，我今晚什么也没看见，求求您放了我。想报仇吗？殿下，您太看得起我了，前世家大业大，尤其是我一个老汉能够觊觎的。我不需要你动手，前世开赌场，仇人应该不少吧？有没有会赌的？带我过去找他们。好，我带你去找。殿下到了，这里面的人十之八九都与前世有仇，去把他们都叫起来。拉拢叫花子会不会？放心，越是肮脏就越是干净。六殿下，这位是赌圣聂霆锋，真赌圣还是假赌圣？赌圣是真，就是吹了点。他本是江南人，因赌尽了这，便来京城碰碰运气，结果不睁眼，跑去赢前世的钱，结果被前世按在赌桌上，逼他下注，2把便输光家产。前世又勾结官府抄了他的家，夺走了他的妻子，后又被人割了双耳，落得这般田地。你现在这样还能赢吗？笑话，我从来不输。很好，跟我走吧。我有一个条件。说。夺我妻者，我要杀他全家。准了，准备一下，跟我去赌坊取钱。这不是亲爱的六皇子殿下吗？您欠我钱的事还记得吗？我想想，应该是借了你200两银。既然殿下记得，那这样吧，看在您是皇子的份上，就不跟您玩利滚利了。按照咱们这个规矩，10天1翻倍，你欠了半个月，不多不少，正好500两，拿来吧。钱没有，极品好剑倒是有一口，暂时抵押你这，再借我500两。六殿下说笑了，什么宝贝能值1000两啊？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值不值？好价，值，给钱。殿下，您可得赢啊，否则这件搞不好就拿不回去了。拿着，这可是我全部身家。殿下放心，我赌圣聂霆锋可不是瞎叫的。好了，诸位，买大买小，买定离手。哟，六殿下今日这是找了帮手啊，要不您再想想，一把全压，这要是输了，殿下怕不是得去卖身还债。开吧，不劳红雪小姐费心。332小。六殿下运气不错吗？那红雪小姐该认真了，今日别把自己输给我了。就怕皇子殿下没这个本事。还是小，142小。不好意思，看来今日本殿下手气不错啊。来，继续。哼，那殿下这把可要想好了。这个窝囊废今日运气这么好吗？不行，要想个办法把这宝剑给留下。压吧。这把我压豹子。话落，钱红雪顿感不妙，一股不好的感觉瞬间涌上心头。按照行规，豹子翻倍，这把若是再输，那便是要输掉整整24万两。开吧，我的钱大小姐。
666，真是豹子！看着眼前的头子，在场所有人像是炸开了锅，不敢相信窝囊废六皇子竟然运气爆棚，直接让钱家栽了一个大跟头。一时间怪叫声此起彼伏。聂听风，果然是你！诸位，此人曾作弊，各家门店都不欢迎他，这不作数。愿赌不服输，那还开什么场子啊？红雪小姐要是给不起钱，那就拿身子抵吧。哟，这个可以，殿下需要帮忙，您知会一声，小的随叫随到。我劝殿下还是尽早收手，不要太认真的好，这里可是钱家的地盘。钱大小姐在说什么？我怎么听不懂呢？哼，在这里我钱家不点头，没有人能把钱从这带出去。即便殿下是皇子身份，但钱家也并非朝中无人，还请殿下三思啊。再者，您当众调戏我一女子，我若是反抗一二，那也是本能所致。若是真打伤了殿下，皇室又能说什么呢？理亏的是你，丢人的也是你，殿下觉得呢？哦，你说的朝中有人，不会是你大伯钱震吧？看来红雪小姐消息不行啊，你大伯已经被我在宫中一箭枭首，难道没人告诉你吗？闻言，钱红雪颇为惊讶，钱震之死对钱氏来说本就是个耻辱，所以钱氏内部目前还在思考如何善后。作为女儿家的钱红雪，自是尚不知情。这不可能，你哪有这胆子？本殿下的胆子可大了，要不咱俩去里屋比划比划。将聂听风和钱留下，殿下可以走了。其余的事，看在皇家面上，我就全当没发生过。聂听风，我钱帆已饶过你性命，既然你嫌命长又来捣乱，就别怪我钱某人不客气了。钱家主这意思是要赖我的账了。六皇子，你杀我兄长是在皇宫，那里有天子庇佑，我钱家就是再不甘也只能忍气吞声。可这里是我钱某人的地盘，你只要没死在这，有五皇子罩着，谁敢找我麻烦？来人送客。六皇子，见罢。我还没尽兴呢，你女儿怕是输干净了。接下来钱家主你自己来吧。哼，周彻，你可真是吃打不吃劝啊！来人，先把聂听风拿下。话落，人群中几道人影扑出，直逼聂听风。不等周彻吩咐，盖月身形一闪，剑锋划过，朱红爆剑，几人瞬间倒地。哟，还带了个高手。即便如此，六皇子也改变不了什么。来人，连这人一块灭了。闻言，盖月不退反进，直取钱廷本人。钱廷还未反应过来，长剑便已横在颈前，瞬间吓得钱廷直冒冷汗。足下本事不凡，何苦为一废皇子卖命？只要你投靠我，我给你。敢辱我主，该打！让你的人把兵器都丢了，都把兵器丢了。快去回府通风报信，呼叫援兵。慌慌张张的，你不会是想去搬救兵吧？老老实实睡会吧。六皇子，没想到你竟笼络了如此高手，今天算我钱氏栽了。钱您拿走吧。我赢的钱自会拿走，我还没尽兴，现在咱们接着玩。六皇子，我钱家背后可是五皇子。再说，你想用这种手段夺我钱氏之财，和抢有什么区别？没错，说得对，你说的太对了，你他娘的可真是个人才！我今天就是来抢钱的，你能抢别人，为何我不能抢你？本皇子别无所好，就喜欢欺负人的人。聂听风，当日钱氏和你是怎么赌的？他们锁住我双手，将我头颅踩在桌上，将我的筹码推到中间下注，等我钱不够了，又抓着我的手牵了欠条，最后还割下了我的耳朵。是这样吗？是。红雪小姐等啥呢？来，继续玩。钱红雪看着被踩在脚下的父亲不知所措，这个玩法，他钱家必然是倾家荡产，可身为一家之主的父亲又落在对方手上，一时间他下意识地后退了几步。怎么，钱大小姐不会玩了？那我来教你吧。话落，只见周彻身形一闪，一只手搂着对方，一只手拿着钱红雪的手替他下注，不多时筹码翻至192万两。此时的钱红雪已经气到整个身体都在发抖。殿下本来可以抢的，又何必走这无用的流程？那怎么行？那样显得我很坏。我是皇子，得做个好人。不能再晚了，钱氏根本没这么多钱。没关系，我借给你。我不借。敢跟我顶嘴？继续玩，筹码没了用钱，钱没了写欠条，不写欠条拿人顶。今天肯定要玩得开心点。不好，得赶紧告诉五皇子，不然钱是真完了。殿下，我们一共赢得12288万两，另外还有钱红雪本人，这是欠条。不错，走还钱去。金老板，父皇赐我这立4件如何？啊！我尼玛，你把这玩意押给我，嫌我族仆人多是吧？殿下的剑自然是极好的。咱们的账2清了。这么多，殿下开什么玩笑？我哪敢收您的利息？有借有还，再借不难嘛。走了。为什么要多给金虎钱？原因很简单，金家很有钱。很有钱？
武皇兄手下党羽甚多，且多有商户背景。但无论是正经商人，还是像钱氏这样的黑商，手上现金都是有限的。金家不一样，他们除了放高利贷之外，便是做钱庄生意，手上现金最足。钱多，与我们有什么关系？我觉得他会给我借啊。那红雪小姐，别紧张，抄你个家而已，来笑一个。手感怎样？手感绝佳。他出身不干净，玩一玩可以，不能有名分。我还没说要玩呢。少来，憋了这么多年，你忍得住吗？韵姐真懂我。哼，你去多找点和钱氏有仇的人，让他们来这看戏。另外安排几个人把守各个路口，若是有大批人马过来，就速去廷尉府报案。我这就去办。你杀了我吧，殿下和小姐会替我报仇的。替你报仇，老东西！等周彻垮台，皇甫运那个贱货便是我胯下玩物，拿什么替你报仇？狗贼，你不得好死！公子，出事了！赌场那事不是家主去解决了吗？能有什么屁事？不是，家主和小姐都被拿下，六皇子打上门了。这怎么可能？带上些人出去看看。放了他们，六殿下可知自己在做什么？不做什么，要账而已。只要把这笔钱还上，我转身就走。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亿！我操！周彻，你他妈蒙谁呢？放肆！只见前锋话未讲完，盖月身形一闪，一个箭步向前冲去，瞬间便将前锋踩在脚下。诸位，干活了！话落，在场那些被钱氏害惨的人一股脑的冲进钱府，疯狂复仇。顷刻间散乱的钱府，偶尔有不长眼的敢反抗，也被其迅速撂倒。大批账本、地契、田契也被抄出。你说什么？老六带人在抄钱氏的家，有这种事？小的怎敢欺瞒殿下？此事千真万确。哼，老六可以啊，竟然招揽了盖月，跟我玩起了黑吃黑。喜欢黑吃黑是吧？今天我就要你崩断牙！马上派人通知江汉龙，让他召集个家族精锐赶去钱府，记住，都带精锐上，人数不要超过300。小的明白。还真的来人了，六殿下还真是神机妙算啊！何时进府？田府之外，数百武人聚集，准备持械厮杀。海警官也去看看。天子脚下聚众斗殴，都活腻了吗？前面带路。钱大小姐，如今钱氏倒了，但毕竟还有些产业，养着一些武人。只要你乖乖听话，我可以给你一条活路。你想我出卖钱氏，跟你做狗？钱小姐果真聪明，没错。你做梦！老娘宁愿死，都不会屈服。你要是有种，就给老娘一个痛快。想死哪那么容易？我觉得红雪小姐可以再考虑考虑。如何？现在想好了吗？我没杀过人，你直接给我一个痛快吧。你没杀过人，所以便无辜嘛。单是我的人所言，目前你钱氏心腹供出的性命便有近200条，你钱氏上下不过27人，全杀了都不够赔。你的吃穿用度，你平日将脚踩在他人脸上的嚣张，都是背着人命的恶债。我身上有恶债，你变干净吗？我欺负恶人，你们欺负老实人，这就是区别。你要怎样才能放过我？我可以把话放在这，今天钱氏一个男人也别想活。如果你能配合，女子可留。盖月在，除前锋外，先把所有男丁拖下去砍了。这些个人头对我来说，那可都是功绩。明白。求求你，能不能放过我父亲？你觉得可能吗？单你父直呼我明这一条，就够他人头落地了，更遑论其他。我愿意替您卖命，我可以做您的狗，求你网开一面。殿下，门外来了不少人手，想强攻前锋，夫人在阻拦。来的倒是挺快。殿下，那个前锋交代了关于甄氏的事。他怎么说？他说甄氏贩卖的颜料和朝廷租给他家的盐矿产量对不上，五皇子派人密查之后拿到了他们的把柄，所以甄氏不得不服软，对五皇子言听计从。原来如此。你个蠢货，守在门口不进去，你来这是替他看门的还是拉屎的？殿下，六皇子在里头，难道要直接动手？现在就将他剁了。蠢货，你随便找2个人控制住他，弄死其他人不就行了？这，给我冲进去！再靠近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其他人都是乌合之众，先将此人宰了便是。怎么这时候跑过来，是想跟本殿下玩个黑吃黑？来，我知道你们人群里藏着弓箭手，尽管冲我胸口射；诸位手提刀剑，尽管往我头上劈。来咋的？不敢射，那你们张弓作甚；不敢劈，那你们持刀剑作甚。一个个的把手伸到裤裆里摸摸，看看家伙事还在不在。一群怂货！六殿下，你若是滚一边去！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配跟本殿下说话？让你主子来！五皇兄，我知道你在，别缩在后面当王八了。
六弟，你凭借皇子身份来做这些黑勾当，就不怕被宗室除名吗？怕有用吗？我以前怕得很，女人屁股都不敢摸，你反来说我强了你未婚妻，要将我废黜充军。现在我胆子大了，当着父皇和你的面将他浑身上下摸了个遍，你能咬我？再说自番我来前府是光明正大的讨债。你们还等什么？直接给我上！话落，江汉龙一众迅速向前，直接将周彻团团围住。现在怎么办？我已经没有退路，大不了就跟他拼一把。盖月，待会护着我往前冲，我要直接拿下周明本人。大不了父皇问责，我跟他一起被废，看他有没有这个胆。六皇子无德行暴举，朱甲士速速将其拿下，送由父皇发落。大胆，天子脚下，你们这是做什么？廷尉府混账，谁把他们叫来的？不是咱们的人叫的。卑职廷尉辅佐平郎徐言，请二位殿下速止干戈，否则陛下和朝廷面前，卑职不好交代。贺长林的下属带着你的人马上离开。殿下，请恕卑职不能答应。若卑职离去，只怕第一个掉脑袋的就是卑职。混账！你这不开窍的东西，有本殿下在此，能出什么事？老五，你就别难为他了。看来今天你黑吃黑的算盘注定要落空了。黑吃黑，老六休要胡说八道。倒是老六你，身为皇子，却自持武力，擅自进连府中厮杀劫掠，这说得过去吗？东西拿过来！前世罪孽深重，罄竹难书。我身为皇子，讨贼上以正国法，下以安离术。你要是觉得我有罪，大可去宗正府，去父皇面前告我，看他们是论功还是刑罚。那前世家财呢？便是前世有罪当诛，这些不法所得，以理当收归国库。搞了我的人，还想吃下这块肉？老六，你做梦！我拿是因为前世欠我钱。放屁！老六，是你欠人家钱财对吧？何况就是真欠你钱，也不是你吞下整个前世的理由。没办法啊，他们欠的太多了，别说整个前世，就是你都赔不起。老六啊，老六，你对皇兄我的富有可真是一无所知啊！既然你这么有钱，那要不这样，如果你能替前世将钱还上，我不但把前世吐出来，还有将你表姐、你身边那个5人、你的佩剑9个一并送给我。可以，可若是你还不上呢？那不可能。还不上就把你的佩剑添张给我。可以。把欠条拿给五皇子看看。我操！老六，你个王八蛋，你耍诈，怎么可能这么多？这可是前家主亲自按的手印，怎么五皇子这是不认账了？老六，前世之事我不再过问，我可以给你1万两黄金，如何？你把全部家当还有嫂嫂们一块送我，我考虑考虑。老六，你怎么想杀我？来，往这批，不批你就是孬种。殿下，不可。怎么不敢了？老五，给你机会，你不中用啊你！我就不信你这么多年积累的资源，因为一个前世就敢跟我来个鱼死网破。拿去，看看顺手不？好剑！之前要有此剑，杀铁链衣便轻松许多了。铁链衣，你杀的？是我主和我联手杀的。老六，你看来铁链衣是你的人，那可太好了！我原本还是杀着玩玩的。五皇子息怒，若是气死在马上，可不要怪我家阿彻。哼，这是天子四剑，他一介草民也敢据为己有。他是替我拿着，有何不可？好，老六，你给我记住了。我会记住的，我会记着我，即便做个废物，你们也想尽办法将我除之而后快。这么好的兄长，我哪里敢忘啊？你也放心，这一切只是个开始。前世是我的，天章剑是我的，哦，还有我那迷人的嫂嫂也是我的。这么说，是殿下您派的人通知廷尉府吗？没错。只怕这下彻底把武殿下得罪了。今天确实承你情了，给钱你要不要？卑职不敢。行吧，如果老五为难你，你尽管来找我。得到这句保证后，徐岩两眼放光。若是以前周彻说这话，他只会当他放了个屁。可今天的周彻让徐岩有了对这个六皇子新的认识。如此，多谢殿下照拂。你也别急着谢，你是我目前为止在官场中最大的人脉了。钱红雪，你们钱家除赌场、房产等前世产业外，可有什么矿产？比如卤盐矿。那东西不是有毒吗？这么说，你知道哪里有？主人，卤盐矿虽说河东极多，但钱家在芒山矿脉一带恰好有此废矿。这玩意有毒，你寻着有毒的破石头做什么？它可是能让真是撇开周明走上我这战车的宝贝，那可不是破石头。又傻了吧？你在这做什么白日梦？你不信？我要是能做到，你让我干。你再说一遍。老六，老子跟你势不两立。夫君何事如此动怒？
还不是那个废物老六，不但抄了前世的家，连这父皇赐我的天章剑也被他骗了去，此仇不报，我誓不为人。这么说，依父君所言，老六这些年一直都在隐忍。既然如此，父君当早早将甄氏纳下，以免事情有变。爱妃说的在理，让人准备一下，现在就给甄氏下婚书，5日之后下聘。殿下，听甄氏的人说，吴皇子派人去了甄府下婚书，约定5日后去甄氏下聘。这么猴急的吗？你要的破石头给你带回来了。太好了，甄氏继续派人盯着，接下来没有什么要紧事，不用打扰我。殿下，我们的人刚刚传回消息，六皇子派人去了甄氏。这老六莫非又憋着什么坏主意？不行，为稳妥起见，我要打老六一个措手不及。明日便去，先将生米煮成熟饭再说。为求稳妥，殿下不如明晚就在那过夜。好，反正只拿他做些事，宗正府和父皇也不好多说什么。殿下，不是说还有2天吗？今日大吉，就提前了吧。什么？来人，将东西都搬进去。走吧，带我在甄府内走走。父亲，我甄氏虽只是商户之家，但也不是什么小门小户，即便贵为皇子，这也欺人太甚了。他手上拿着我们的把柄，我们又能如何？不行，无论如何也要推迟到2天后。父亲已通知亲属好友，各家尚在路上，水酒都没来得及喝上一杯。日后他人如何看我甄氏？什么东海一针，只怕会被他人说成五皇子足下的一条狗。殿下，殿下，大事不好了！吴皇子突然出现在甄氏，还带了不少聘礼。我尼玛！年轻人搞偷袭，快，备车去甄氏！殿下且慢。殿下，府中诸事都未准备好，能否再等2日？那些布置便免了吧。家中亲友都在路上，明日便能抵达。后日够了，我与甄婉在就行了，其他人来不来又怎样？让他们退回去便是。武殿下怎可这般对我甄氏？我甄氏也是要面子的。面子？撕开盐矿，这可是灭族的大罪。不知你们甄氏是要面子还是要脑袋呢？殿下，您这是在威逼我们嫁女。你要这样说的话，逼你们，你又待如何？天色不早，我们先去歇息吧。正值上午，周明竟想拉着甄婉去睡觉，一瞬间，甄武眼中杀意十足。甄楚河担心儿子暴怒，犯下大错，赶紧将他拦在身后。甄婉此刻也是俏脸惨白，立在原地发抖。殿下，能不能？不能，甄家主，你过于不识相了。再有任何质疑，真是便没机会了。听着周明肆无忌惮的威胁，甄楚河一脸无奈，自家把柄落在别人手中，甄楚河也只能重叹一声，满怀歉意地看向女儿。家主，六皇子殿下等门求见。他还真敢来，把他给我拦下，就说为兄娶亲，他一个做弟弟的哪来资格打扰？让开，本殿下要进去。盖月奏人。老六，你做什么？抢亲！你放肆！甄婉乃是你未过门的嫂嫂，老六你这有违礼法。我今天来乃是奉旨夺嫂，父皇不是说了，男人什么都要靠争，天下如是，女人亦如是，所以大家各凭手段。拒绝他，让他滚，否则后果自负。不必了，盐矿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，你们2位没法将我请出去。前锋那个废物告诉你的。不错。所以六皇子也要以此来要挟我甄氏吗？不得无礼。放心，我不像某些人那样下三滥。甄家主，我来不是要挟你，而是帮你解决问题。解决问题？如何解决？我能证明甄氏无罪。老六有没有罪，是你能说了算的吗？怎么，你不信？要不咱们再赌一番？闻言，甄楚河目光闪烁。此刻，他发现这个声名狼藉的六皇子眼中满是自信，阅人无数的经验告知他，这六皇子或许有点东西，而这件事，但凡有一丝可能，他都无法拒绝。殿下，请。我倒要看看你又要玩什么把戏。赶紧拿出来吧，别卖关子了。此物只给甄氏人看，你先出去。那你倒试试看，谁敢请我出去？退出去，乖乖候着。如果开门时我不能让甄氏对你道出一个滚字，此剑奉还。是退是留，你自己选。
如真是对盐矿之事一般，天章剑也是周明不能拒绝的条件。老六，散你10点香，知道在哥哥大喜的日子送份礼来。殿下，您所说脱罪之法是？就在此中。不错，我能用这卤盐矿帮你们脱罪。这不是逗我们玩吗？这东西有毒，你不知道？混账！你怎么跟殿下说话的？我看他这身形，练过武，不止练过武，还学过兵法呢。他又实说将来要从军当个将军，可家中就他这一个儿子，日后还是要打点生意的。从个屁的军！我没兴趣帮他们卖命。那这样吧，若是我能用此物替甄氏脱罪，你以后在我麾下做个武人，给我卖命，我有方法能解去其中毒素，使之化为可食用的精盐。此话当真？我怎会拿岳丈全家性命说笑？让下人立即将这些东西送来，马上去办。父亲，赶紧给老子去！不久，真武带着下人将东西搬了进来。周彻按照流程，先将水、卤盐矿倒入锅中，一同煮沸，再以纱布反复叠上数层，进行粗浅过滤。等到杂质分离后，又用炭包填入漏斗，将盐水倒入，反复过滤之后，原本浑浊的盐水已变得清澈起来。周彻再将此盐水倒入另一口锅中，用火熬制，使其蒸发浓缩，剩下浓稠之物已变得雪白。这就好了。卤盐确实变白了，但这稠糊糊的像鼻涕，也不是盐啊！你别吵，滚一边去！盐得晒，慢慢晾干才会结晶。殿下，接下来要等吧。甄家主不愧造盐大家。时间流逝，从早上到中午，周明在外等候多时，此刻眼中已满是不耐。殿下，都到这种地步了，甄氏还敢晾着您？等下一定得给他们点厉害瞧瞧。他们要不是有把柄在我手里，这条东海野龙哪会这么听话？待甄婉到手，诞下1、2子嗣，再做掉甄武，真是我要全数吞下。成了。还真成了！甄武惊呼，下意识就要伸手去刮了放嘴里上。甄楚河气急败坏，一巴掌就甩在他脑门上。你就这么盼着老子绝种？去找个屠妇上来！屠妇依附于大族的人口，介于奴隶和自由农民之间，他们不属于国家，也不属于自己，而是大族的私人财产，生杀予夺不过主人家一句话而已。叫上来的屠妇没有任何疑问，直接就将盐往嘴里塞。如何？很细腻，没有我们平日吃的粗盐那么苦。你再尝尝这个。还是刚才那个更好。闻言，甄楚河双手颤抖，用废料卤矿炼制出来的盐，竟然比上等精盐还要强。这要是没毒的话，甄氏一家便有一线生机。众人观察了一阵，屠妇始终如常，真的没毒。殿下，你这提炼卤盐矿之法，价值无量啊！就说此方出自甄氏，你们超出的产盐量都是开的卤盐矿，而卤盐矿一直被视为废料，更不属皇室，所谓盗矿之罪便无从谈起了。闻言，甄氏三人神情骤变。作为商业家族，他们如何不知此方之珍贵？说是坐拥金山，也丝毫不为过。当然，此方经此一转手，是必然要献给天子、献给朝廷的。但那又如何呢？甄氏全族性命不但能得以保全，若是天子仁慈，搞不好还会有恩赏。殿下再造之恩，甄氏上下难以为报。方才无礼，我在这给殿下赔不是了。日后殿下有令，甄武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若殿下不嫌弃，那婚约之事。之前我说抢亲，那是不得已的权极之言。我一娶甄小姐为皇子嫔，随后自会禀明父皇，下书至宗政府，再由他们负责纳吉、纳征、请期等礼。自今日起，甄氏愿倾尽所有，力助殿下。此刻的甄楚河很清楚，甄氏已经没有退路了。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竭尽全力将周彻扶上储君之位。殿下，甄家主来了，8成是来道歉的。安神坐着便是。请武皇子殿下即刻滚出甄府。请武皇子殿下即刻滚出甄府。放肆，敢这么跟殿下说话，你不想活了？殿下千金之躯，我自然不敢冒犯，但这毕竟是甄氏之内，我自护门庭，应该没什么问题吧？我甄氏虽谈不上海内巨族，但也认识一些名士大儒。若是殿下擅闯民宅，强居其内的名声传出去，只怕对殿下也不好吧？甄楚河，你想被灭族？能不能灭掉，还得看武皇子有没有这个本事。武殿下，滚吧！哼。既如此，那甄家主就提前安排好后事吧。皇兄，下次来我岳父家，记得多带点礼呀。老六，我得不到的，你也休想得到。我们走。真是擅开盐矿，盗掘慎重，违张国法，即刻予以捉拿，打入死牢，不得有误。胆敢阻挠反抗者，立毙之。来的可真够快的。殿下，此番与您无关，还请站到一旁。
先配合，把兵器都放下，这件事交给我解决。好，听殿下的。把甄氏要犯都给我拿下。殿下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与甄氏已行纳采问明之礼，他算是半个皇家人，你廷尉府动不得，想拿他去宗正府要文书来吧。面对周彻的霸道相护，心慌的甄婉心头一暖，下意识缩到他背后。殿下，父亲和兄长，放心，我马上面圣，要不了多久就能帮他们脱罪。殿下，甄氏犯了大罪，难道您要取一个死刑犯？是不是死刑犯？你说了还不算。真是不巧，此案既由我处理，那我说了还是算几分的。来人，继续搜，一个不准放过。你马上去找徐岩，让他带着你去盯着廷尉府的人，不需要他做什么，只需要他在场，那样贺长林就不敢玩阴的。好，若是徐岩不从呢？你要手里的剑干什么吃的？我明白了，这就去办。婉儿随我进宫面圣。你说甄氏倒向了六皇子，此话当真？千真万确。我主担心某些人急着下手，便让你我盯着他去宫中为甄氏脱罪。我能拒绝吗？不可以。今日盖某若请不到人，便要你这全族人跟你陪葬，还请见谅。你都要我全族性命了，还要我见谅？不过看周彻前日践踏前世，逼周明低头，今日又安排盖月上门的手段来看，这位六皇子倒是绝对和废物二字不沾边的。莫非真有一鸣惊人，后起盖天之事？罢了，我便随族下赌上一把。皇上，六殿下说有要事求见。来得正好，让他进来一旁先候着。接着说，陛下，河东之地连灾5年，如今又有河东贼入侵。朝廷虽有赈灾，但河东乃是大郡，有200万民，总不能一直靠赈灾活着吧？加之朝廷掏出的钱，真到灾民嘴里能剩下一半就不错了。如此一来，河东人除了落草为寇，就没有其他出路可言了。而从去年开始，这帮贼中杀出一个头领，名为郭振岳，其人竟率贼军杀过河来，略进河南郡范围。朝廷军屡次出击，虽然将其击退，但始终不能彻底平定。此番河东贼更是嚣张，直接掠到了洛阳近郊。说说吧，都有什么良策？儿臣建议发兵讨贼。如殿下所言，贼寇犯境，当发兵讨之。陛下，此意不妥。近年来，为了讨贼，吕后钱粮，国库压力已经极大了。大司农此言差矣。如果再不讨贼，这帮贼人都要犯入洛京了。到时候大司农担得起责任吗？就是大司农若是不同意讨贼，倒是拿个其他法子来。除讨贼外，众人可有其他解决之法？老五，父皇，儿臣不通军事，不敢妄言，但听说皇兄几次讨贼都斩获破风，不如照旧出征，多少能御贼于洛京之外。老六，你有什么看法吗？父皇，河东土地贫瘠，连年旱灾，蝗灾之下，百姓已无活路可言。迫于生存，他们只能落草，四处掠夺为生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贼是讨不尽的。要解决河东问题，必须另开他产，使民有所为，有所养。如此，百姓有了活路，谁又愿意去做刀口舔血的贼道呢？陛下，六殿下所言直指要害，这才是真理啊！说得好听，另开他产，但民无不以农为本，他产是随便就能开出来的吗？只凭他产2字是没作用的。老六，你可有具体的措施？启禀父皇，我手中便有这所谓他产。不过在此之前，请父皇准我上诉一事。准了。五皇子明勾结廷尉府贺长林，捏造罪名，现甄氏全族入狱，请父皇明察。老六，你贼喊捉贼！父皇真是擅开盐矿，盗取皇室家财，数落巨大，论罪当诛灭其祖。六皇帝因贪图甄氏女貌美，欲行包庇之举，请父皇明察。有意思，老五，你原本不是要和甄氏联姻吗？怎反倒控告起他来了？之前是儿臣眼拙，父皇，甄氏所产所销盐量，合其所租盐矿差额巨大，廷尉府已掌握账本，证据确凿。甄氏开的是鲁盐矿，此矿之前被视为废矿，既非皇室，亦非朝廷，甄氏何罪之有？一派胡言，鲁盐矿剧毒，你当真什么都不懂吗？父皇，甄氏有一秘法，可去除鲁盐矿之毒，使其变废为宝。什么？老六，此言当真？若有虚假，儿臣愿自刎殿前。父皇，若有虚假，儿臣愿自刎殿前。拿上来，这便是用鲁盐矿炼出的。正是，父皇可让工人依此法进行炼制，绝无半分虚假。不用，朕相信你不会骗朕，要不然真是保不住。
还得把自己搭进去。朕的儿子不至于这么傻。陛下，若此方为真，那将为我大夏每年平添一笔巨款。献此方之人，便是给他造个生子都不为过啊！不对，不可能！真是要有这方子，何苦会被自己逼到这一步？真是不可能拥有这炼银法，此法定是今日上午你传他们的。在此之前，真是根本不通此法，盗的依旧是皇家盐矿。父皇据甄氏口述，是皇子明伙同廷尉府贺长林，以出盐产量为要挟，逼迫甄氏就范。甄氏知其恶而无德，担心献方后被皇子明所贪，反将甄氏卸磨杀驴。无奈之下，只能找到儿臣，让臣今日登门，当面授以此方，好上呈父皇。老六，你这是一派胡言，这是诬陷。父皇，便是此方真属甄氏所有，甄氏暗据宝方，不献朝廷，反而自家开采，直到走投无路才献出此方，也应治罪。笑话！二皇兄，你可听说过一句话叫法无禁止即可为？在甄氏此方之前，鲁盐矿被天下视为废矿，皇室亦不经开采，人家用自有之方开国家未尽之矿，你凭什么治人家的罪？若依你言，民献重宝，非但无功，反而有罪，将来谁敢献宝？好了，都别争了，朕还没老到是非不分的地步。既然献宝，那便是有功。真是进献炼盐之法，以富国家。功莫大焉，受披乡侯爵，使2000户，世袭罔替。贺长林之法犯法，善用职权，威胁粮商大户，企图牟利其中，即可打入天牢，听候发落。至于老五、老六，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五皇子明失德，残害良民，强夺人女，直接拖出去剁了吧。好好说，你靠谱点。父皇，鲁盐矿终究还是要承包出去，不如先就近承包给儿臣和甄氏。我想在邙山一带修一座大盐场，一则开矿产盐，二则可花钱从河东收购鲁盐矿时，百姓能用鲁盐矿换得钱粮，谁还愿去跟着国贼造反啊？如此一来，既能产盐赚钱，还能顺带平叛安民，几不两全。妙哉，陛下，殿下这才是安民复国之策啊！此天下之福，陛下之福也。你与甄氏联手承包。人家真是有钱，你有什么？儿臣还没说完，我想建厂的钱由五皇兄出。我垫资，你赚钱，老六你做梦。父皇，他这都不答应，那还是拖出去剁了直接。你给个具体数字。老六靠点谱。50万两白银。我操！没有，我没有那么多钱。你皇兄说没有，那便少一些。那这样，父皇派人去他府中抄家。若是不够50万两，我给他补全；若是50万两有余，儿臣只取50万两，多余的归父皇所有。老五，给我给就是。父皇，邙山盐场6皇帝建好后，应交由儿臣负责。二皇兄打的一手好算盘啊，凭什么给你负责？邙山紧邻河东，此番国贼入侵正是在邙山一带，盐场若不交由我负责，只怕迟早要便宜了国贼。厂是我开的，我爱便宜谁那是我的事。二皇兄，你操心太过了。再说了，据我所知，邙山脚下有护河、齐营在，他们是吃干饭的吗？六殿下，齐营自有巡防任务，不可能完全守着您的盐场。为稳妥期间，还是将此场交给二皇子殿下吧。不错，二皇子殿下武烈之名，河东贼一支，有他在，必能保盐场无恙。陛下三思，经营盐场不是靠武勇便行的。卢卿所言甚是，再而言之，既是老六和甄氏的场子，便由他自己做主吧。朝廷只收矿钱便是。另外，正如六皇子所言，盐场毕竟关系到河东大局，护河齐营还是要多加看护。好了，老六留下，你们都退下吧。父皇是有什么事要交代儿臣吗？老六，你可知我朝历代每一次争储夺嫡，都得死一大批人。朕知道你吃了多年蛰伏的亏，如今想要起来，难啊！你出手太晚了。文人武人员世家豪强，已各有所属，所以你这条路必是越走仇敌越多的。我明白。明白还要继续吗？难道因道路艰难，便要裹足不前吗？前途虽艰，却有9哥作伴，将来路上胜则剑斩诛逆，败则自断残首，无非如此。既如此，我知道了，无事便退下吧。父皇撤了贺长林，能否将廷尉左监的位置给徐延？徐延是谁？朝廷命官，不是随便谁都能胜任的。他原本就在廷尉府人左监手下平郎属官。准了。谢父皇。甄家主，你受惊了，来，我特意准备了美酒，给二位压压惊。足下身为朝廷命官，又身在廷尉府长法度，也要做这种事吗？我听不懂甄家主什么意思，我可是一片好心呐。我呸！酒里要是没毒，你先喝个看看。
甄公子可真是性情中人。此酒是他人特意为你父子准备的，我又怎好夺了美意呢？甄家主，听我一句劝，将酒喝了，走得更舒服一些。要不然，道旷世灭族之罪，你还得眼睁睁瞧着你的家人走在前头呢。我死不了，甄氏也灭不了。如此大罪，你还担心你死不了？甄家主，你多虑了。既然我必死无疑，你又何必急着下手？贺长林也不理解啊，在他看来，甄氏是死定了的。但周明近来已经被周彻搞出阴影来了，为了避免周彻有任何翻盘的可能，他还是决定把事做得更稳妥一些。给我直接灌！是。滚开！好胆，竟敢反抗！来人啊，真是自知死罪，试图越狱，格杀勿论。阿武，别冲动，不冲动没用啊，不冲动他就给咱们灌酒，怎么办？阿武当心！阿武，水，贺大人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徐岩，你在过问我办事，我不能看着您犯错。你藏的倒是挺深的。徐岩，挑主子也知道长点眼，什么腿你都敢往上抱。我他妈也不是很情愿报的，我有什么办法呢？我听不懂大人说什么，我只知道我等身为朝廷命官，又是廷尉府执法之官，一切得依照法度来。贺长林要强逼我们喝下毒酒，没用的。徐岩说的不错，没用的。这里是廷尉左监牢，一切由我说了算。谁说这毒酒是给他们父子喝的？我不过是用来逼供吓唬他们罢了。这是我的地盘，本官说了算。你们还想借此告我不成？从现在开始，这里不是你的地盘，而是你的家。殿下。见过殿下。卑职见过殿下。殿下方才所言是什么意思？您虽是皇子，但威胁朝廷命官，只怕传出去也不大好听啊。是吗？贺左监，你可要站稳了。念吧。热。陛下有诏，甄氏进献炼盐法，于国有大功，赐爵披乡侯，世袭罔替，当为天下商户之表率。什么披乡侯？本朝虽不歧视商户豪强，但论及地位，商人还是无法和读书人、世家、官员相比较。而本朝对于封侯卡得非常紧，非大功不封。侯爵虽不掌实权，但那是实实在在的超品。我还想平战功取爵呢，没意思。父亲，怎么不行？那不是人中，按错了。啊！真是这么大罪，不但没死，还封侯了，离了大谱。这么离谱的事都发生了，不会搞到我身上吧？他心中忽有不妙之感，看了那宦官一眼，恰好对方也在看他。贺长林身为廷尉左监，为获重利，知法犯法，即可打入大牢，听侯发落。由廷尉左监郎徐言暂代廷尉左监一职。哦，愣着做什么？还不谢恩？卧槽，这他妈就开始起飞了！谢陛下。徐大人，好好干，莫负皇恩啊！一定。下臣徐言，谢殿下栽培之恩。这只是开始。言必竭力，绝不辜负殿下所望。来人，嫌犯贺长林意图毒杀、逼杀披乡侯，即刻打入死牢。其主要党羽一并拿下，其余迫于其命行事者，概不追究。不错，这家伙就是没靠山，但在官场混了这么多年，智商和手段还是在线的。父亲醒了。女儿啊，快给为父一个巴掌！啊，这怎么行？儿啊，给为父一个巴掌！我不敢，混账东西！快，谁快来给我一个巴掌！你做什么？不怪他，是我要求的。只不过盖先生，你这一掌是不是太重了些？没有控制好力度，抱歉。殿下，你可算出来了，家里出事了，夫人被一群人围了起来，你快回去看看吧。夫人，不好，盖月快，随我回府。我不会跟你走的。如今的六皇子和之前不一样了，我觉得皇甫家或许可以重新正视他。好了，诸事已成，无论他如何改变，都不可能是他那几位皇兄的对手。我此番不为其他，只为带你回家。我不走。你不走也得走。来人，请小姐回家。小姐，请不要为难我们。我不回去，我想待在哪，这是我的自由。还不动手，在等什么？我看谁敢！韵姐，到底什么事？站住！皇甫家议事，
闲杂人等退到一旁去。闲杂人等，你可知我是谁？你可知这是什么地方？知道啊，六皇子不是吗？那又如何呢？皇府家议事，你也要靠边站？放肆！在本殿府邸，竟敢对本殿无礼！我不管你是皇府家后辈，还是哪个边地匹夫，来人，将他舌头割了，双腿打断，丢到门外去！自己把舌头伸出来，少些苦头。六皇子，你有几斤几两？我皇府家人还不清楚吗？还是让你的狗腿子将剑收起来吧，免得叫自己难堪。哥，快阻止他！你跟我走，刚哥立旨，否则谁来也无用。看来你小子不识趣啊！既然你自己找打，我就成全你。话落，盖月身形一闪，伸出大手抓向对方。年轻五人冷笑，身体后仰，一脚踹出，盖月改抓为遮，侧掌一拦，将其轻松拦下，转而天章渐动，斩向对方。身手不错，值得我拔刀。什么？这不可能！我让你阻止他的，自取其辱了吧？如此无勇，可于万军中斩将首级了。可是这样的人物，为何违命一个废物，就因为对方是皇子？动手吧，先废了他的双腿！且慢！闻言，盖月无动于衷，一脚将年轻五人踹倒，挥剑就砍。还是个二愣子！殿下要将他一块拿下吗？看来小妹说的没错，殿下确实变了。超逸虽然无礼了些，但希望殿下看在皇府下面上，饶过他这一次。既然表哥开口，我倒也不好服了你的面子。给殿下道歉。叔叔，道歉。方才是我无礼了，殿下见谅。表哥来此何事？如殿下所见，我要带皇甫运回凉州。我不同意。何必呢？殿下终究会连累他的。那可未必，或许是凤冠霞帔，母仪天下呢。殿下确实变了，可惜太晚了。据我所知，各大皇子早已事成，殿下要靠一个五人成功，这是绝不可能的。盖月虽为我臂膀，但我不只有一条臂膀。那殿下还有什么？还有真事，将来还会有更多。这一切只是个开始。你成功了。当然。殿下说的是东海甄氏，据我所知，甄氏世居东海，素不摄政，不可能会支持殿下。快点将东西都抬进来。见过殿下，姐姐安好。你怎么过来了？这12名游侠都是高手，以后负责殿下安全，也供您差遣。这里还有些许黄金，是送来给殿下府中用度的。这尼玛黄金论相送，这就是抱富婆腿的快乐吗？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扛起你那粉裙下的长腿，好好报答一番了。那这砸房子是做什么？自然是替殿下翻修府邸。啊！砸错了，快让他们停下，那不是我们家。错不了，从今往后，这一片都是殿下的。父亲已经将附近房屋尽数买下，明日会请风水师来看看在哪挖湖植林合适。既然府上有客，我便先将这些东西抬进去。诸位继续。叔，真是这么有钱吗？据说他家在各地同仆，时刻便有上万人，你说呢？上万人，那不是堪比军队？看来今天绝无可能带走小妹了。真是世代经商，何等精明，竟会这般投注六皇子，其中必有蹊跷。稍后派人去查，看来皇府家要重新打量六皇子了。殿下，洛京还有些老友，趁着夜色去拜访一二，先告辞了。不留下，吃了饭再走吗？不必了。不对了，殿下，距你下官日不远了吧？还有20多天。倘若是没被立嗣，这些都无意义。那是自然，若是没有被立为嗣君，我必是难逃一死的。届时，小妹必须随我回皇府家。可以。那若是立嗣了呢？既是嗣君，皇府家不会怠慢。短短几字，便是一个承诺，又像一个赌注，双方心知肚明。韵姐，刚才我与皇府龙庭说，我听见了。再说，我何时需要你替我做主了？若是立嗣不成，我也不会回皇府家，去不了西北，我便带你去南疆，去北漠、衡州出海，去生孩子吗？你想做什么？想做。说啊，你敢说出来，我就给你好不好？盐场终于动工了，我必须赶在加官之前做出更多的成绩才行啊！你们速速放出话去，告诉沿岸百姓，就说可用卤盐矿兑换粮食。是。公子，我们已截断黄河流域，断了他们以矿换粮的路，同时河东方向大量卤盐矿石已经掌握在我们手中。干得好！随我去他们的盐场，我要亲自会一会这位废物皇子。你们两个应该是能说上事的。哼，国公子，我们也不是第一次打交道了。啥？我说你这就不够意思了，这么赚钱的买卖，不带兄弟一起做，是不是有些过分了？公子哪里话？以矿易粮，
是有益于河东之事，你们为何？别跟我扯这没用的，我没工夫听。朝廷也别拿我们当傻子，下面的人拿矿换了钱粮，谁还给我们卖命？轻而易举就想把我等根基刨了，你这是在做梦。那你们打算怎么做？简单，一条路，今后盐矿我们也占份，所获利润分我们一半。哼！你们这是做梦！盐矿开灯后，每年给府库带来的收益是以千万两计数的。你们这群贼寇还想分走一半？你怎么不叫老周家把江山也分你们一半？哼，不分也行，这玩意只要你们开始造了，我们要拿到方法，轻而易举。河东境内此矿最是丰富，日后与朝廷无缘，这是其一。其二，邙山盐场我们也不会放过，只要你们拒绝，3天之内大军变至，将盐场焚成废墟。简直猖狂！这是朝廷所在，乃天子脚下一帮贼寇，竟敢如此猖狂！天子脚下怎么了？猖狂又怎么了？朝廷，你们的朝廷奈何得了我们吗？老东西，你一个文人不知轻重，我没兴趣跟你深谈。严将军，你我是打过交道的，还是你发个话吧，此事行或不行？郭公子，这个我们无法答复你，需向上面禀明。笑话，原来二位都是说话不算话的，这里谁说了算？此处盐场属六皇子和甄氏。哦。那个废物！我说大夏朝已经荒唐到这一步了吗？连这样的废物也要扶起来干活？混账！他是大夏皇子，岂容你一贼辱没？皇子怎么了？我冤枉他了吗？我是贼怎么了？我是贼敢在他的地盘撒尿，他还敢放个屁不成？去把那个废物叫过来！哼，六皇子不在，那他就没安排个人代表他。我家殿下稍后便至。哟，红雪小姐，啧，许久不见，你这身段还是一如既往的妖娆啊！前世让人灭了，听说红雪小姐你也成了别人的奴隶。既然别人能尝，今天我也要尝尝。郭公子，我是六皇子的人。那又如何？过来。哼，过来。严将军，你这是何意？卢公大局为重，一个罪犯之女，便是郭公子要送给他又何妨呢？终是严将军理解我，那我就笑纳了。不准躲！钱红雪美目中满是怒色，若是她以前的脾气，便是拼着性命不要，也得跟对方搏上一把。可她现在不能，她是周彻的人，做任何事都要替周彻考虑。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多谢主人。你在做什么？哟呵，正主终于来了，确实与之前有些不同了。我在做什么？我想玩玩这个妞，我还要带回去慢慢玩。除此之外呢？我来此谈些事情，你来的正好，我说与你听听吧。这盐场我要拿一半。卢晃、严成二人也吃惊起身，前者是担忧，后者眼中则带着怒色。谈？你身为贼，而本殿为大夏皇子，你我有什么可谈的？你又有什么资格来与本殿下谈？河东也好，盐场也罢，皆属王土。尔等诸贼，或生觊觎之心，或行觊觎之举，唯刀剑诛之而已。且慢，殿下，您做事太冲动了，万事以大局为重，您这样只会遭来大祸。你再教我做事，不敢。不敢？你有什么不敢的？你身为武人，身为庇护洛京西北门，在大殿上口口声声要诛贼的武人。面对贼头登门，不曾愤而拔刀，反而畏缩不前，来教皇族做事。我问你，你还是大夏的将领吗？你还有军人的骨气吗？末将也不过是权宜之计，暂作拖延罢了。至于钱红雪之事，不过一女子而已。不过一女子，女子又如何？她属本殿所有。几时轮得到一条贼觊觎？又几时能轮到你这断脊匹夫做主送人了？滚下去！将此贼所有随从全部拿下，剁碎了喂狗。至于他本人，本殿面前拔出刀，斩其手，出口不逊，割其舌。至于狗命，暂且饶了他，免得他人说本殿气量太小，容不得贼使。周彻，你不想活了？简直笑话！一个贼竟敢如此猖狂！慢着！算你有眼！我告诉你，马上把老子放了，再让这妞好好死！你今天做的不对。
请主人教训。你虽是我的奴仆，但我不允许任何人欺负你。如果有，就还回去。出了事，有我在。我明白了。都说六皇子折龙镜美，我看他是压抑多年，狂得没了边。六皇子这样做，不是逼国人越动手吗？他是找死，搞不好还要连累我们。你给我等着，等你被二皇子踩倒了，老死连本带利都得捞回来。走。六皇子郭登临子凡事咎由自取，只是如此一来，只怕要遭严惩记恨啊。那卢公认为今日我说的可对？对，自然是对的。那便是了。严惩身为朝廷武将，比被举止已到了这种地步，此番我若是与他妥协，他便愈发觉得皇家可欺可瞒。今日敲打他一番，他虽心中有恨，但法度之内的事，他必不敢乱来，否则本殿下不会放过他。殿下慧根超凡，老臣佩服。郭登临此番受辱，只怕国贼不久将至，我这便去面见陛下，让他尽量多调一路兵来此看护盐场。卢公若经内外禁军各司其职，便是真要调动兵马，也非数日能完成。卢公见了父皇，不如帮我多求些兵器，若是有万一，也不至于这帮民夫沦为刀俎下的鱼肉。老夫一定尽力。这么快就完事了，可还过瘾？过瘾。主人，同学想感谢主人。哟，是想感谢我，还是你自己想？都想。护河齐营营帐之中，二皇子周汉负手而立，严惩神情恭敬，正将发生的一切尽数告知。你说的没错，老六现在确实狂得没边了，无妨，等他变成了尸体，我看他如何再拿大义来压人。莫非殿下有应对之法？明日你以带军士狩猎洗马为由，将军南移7里至守林，夜里便在原地安营，3时不要回来，待见火起，再率众赶去救援，顺便替老六收尸。殿下，您的意思是有人会来解决他？不错。可是若陛下追究下来，我如何担得起责任？你怕什么？朝中群臣谁又会替一个死人说话呢？你出击后，会有人给你丢下一些战功，保你无虞。末将知道怎么做了。六皇子周彻做的。是，就是那个废物。你们是干什么吃的？我等奉命停留在邙山脚下，公子只带着数十人上了山。人呢？怎么就回来你们几个？被周彻剁碎了，马全部没收了，我们根本没有听到厮杀声。等公子被送下来时，事已成定局，便先想着将公子送回。来人！天黑之前，我不希望他家还有一个喘气的。传我令，召集所有兄弟，打过河去，一举捣毁盐场。我要宰了那个周彻，替我儿报仇。国公不可冲动，先生可是觉得不妥。国公，我等能长居河东，朝廷却奈何我们不得，无非两利。一曰地利，我等居河北，朝廷在河南，可凭河而守；二曰人和，河东百姓民不聊生，跟着朝廷没有活路，所以才愿跟着我们干。如今国公为报此仇，愤然兴兵渡河，岂不是自弃地利人和，去朝廷的地盘，去和朝廷的精锐交战，不是自取灭亡吗？多亏先生提醒，险些犯下大错。可是此仇不报，我难消心头之恨。先生，您可有妙计教我？国公是只想杀六皇子周彻。不错。关于他的事，我来之前已了解了一番。眼下风头破城，先是杀了二皇子周汉的前阵，又吞并了五皇子的前世，夺走了真氏。要杀他的，又何止国公一人呢？先生是说派人去联络这二位皇子，与其里应外合？不错，让二人挖坑，再由国公挥刀，三方联手杀他一人，还会是难事吗？妙啊，先生此计甚妙。主公，有人求见。什么人？来人不愿透露身份，只说自若进来，主公会愿意见他的。看来有些人比国公还心急，如此，周彻命不久矣。殿下，我们的眼线说盐城的护河骑营已经向南移动，虽说属于正常训练调动，可我怎么觉得哪里不对呢？不用觉得，肯定不对。早不训练，偏偏这个节骨眼上训练，这是想要我的命啊！殿下担心骑营调动，河东贼会趁机偷袭，不得不防。那咱们先撤回洛京之内。这不可能，说到底，盐场是我们的，我们撤走岂不是将东西拱手让人？传令下去，各处今日暂时歇工，将各苦力民夫依照取队制度编好，去各个要道守着，暂时不准任何人上山。怎么还有这么多人上山？这些都是河东来换粮的百姓，就想着给这些换完就不收了，谁知道越来越多了。全部驱回去，不行，让他们将东西卸在原地，将粮食给他们，再将其赶走。即刻去办。是，小的这就去办。
殿下是有什么问题吗？这事有蹊跷，郭贼已经截断了河道，严禁百姓私自往河东运矿，这帮人却突然能过来，岂不诡异？那我们怎么做？请殿下明示。一、召回所有人，严山设防，根底干净较为可靠的人要全部住在要点，状况不明的先驱到洛阳城外去。二、李贺，殿下，卑职在。你立即去找严城，你就说邙山严长有变，召他立即领兵回来。若他不肯，你便迅速回洛京，将此事上报朝廷。你要做的是让朝廷知道有这么一件事。卑职明白。等等，走小路回去。真武安排2名游侠暗中保护他，以防严城那厮狗急跳墙。这名六皇子还真是谨慎，这么快便将我们的人拦在了外面，反应可真够快的，属实不简单呐。能得先生如此夸赞的人可不多。先生认为，凭他的谨慎机灵，能躲过这一劫吗？在绝对的实力碾压面前，以身在陷阱中的他所做一切皆是徒劳。不错，他不会领军，麾下也没有将领，只有些临时征募的武夫。邙山一个空架子而已，一击可破。我们的人都登岸了吗？3000精锐皆已抵达邙山北门，周围摸清楚了。骑兵营在南未动，其余驻军亦未有异动迹象。很好，传令可以动手了。我们饿了，不给粮食，就让我们先进去吃顿晚饭吧。就是六皇子说的好听，用卤矿换粮。如今我们将卤矿送来了，却将我们晾在门口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邙山重地，一开始夜禁，任何人不得靠近。你们既不管饭，又不给换粮食，我们要见六皇子，让六皇子出来。再进一步，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。随着人群中抱怨之声四起，真武的恐吓毫无作用。无奈，真武面色一狠，随着真武一声令下，弩箭齐发，向前压去。对方显然也没想到真武竟如此果断，百弩齐发的同时，一瞬间便射伤射死30余人，拥在最前头的人轰然而逃。就在真武松下一口气时，惊走的人群后方，另一批人推着车快速上前。怎么又来一批？没完了吗？就在真武准备劝返之时，异变陡生，来人哪是来换粮的百姓，一个个拿起藏在车上的武器，开始奋力反击。妈的，不讲武德使阴招，我们撤！